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今天说一说恶魔蛙男。男主角小白是一个警察，他爹也是一个警察，而且是一个爱岗敬业的好警察，整天忙着抓小偷，连老婆去世的时候都没来看最后一眼。小白对他爹充满了怨恨，但是没过几天，他爹为了救人牺牲，成为孤儿的小白继承了他爹的遗志，也当了警察，而且也继承了他爹不顾家的优良传统，只知道工作，忽略了家庭。小白老婆忍无可忍，就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在一个大雨天的夜晚，小白来到了一个凶杀案的现场。提前看了剧本的同事说，死者是女生，养了一条狗，但是因为男朋友对狗过敏，所以这女的就把狗遗弃了。没过几天，出现了第二个死者，也是在下雨天被杀，现场也留了字条，写着体验你妈痛苦之刑。死者是一个没工作，整天宅在家里啃老的死胖男啊。然后一个戴着眼镜的同事好像也提前看过剧本，说他查到了两个死者的共同点。尼玛，我那个带着孩子离家出走的老婆也是当年的陪审员之一啊。紧接着又出现了三个死者，第一个因为出轨包养了情人，死于脚踩两条船之刑，就是把整个人竖着劈成了两半，分别邮寄给了死者的老婆和情人。第二个因为沉迷于整容，死于美丽永驻之刑，死者被凶手活活冻成了冰棍，以后再也不用打玻尿酸和瘦脸针了。第三个因为在网上到处喷人，死于吞千针之刑，死者嘴里扎满了铁钉，所以又称老铁扎嘴了之刑。三个人都和当年的女童标本案有关。通过小白老婆的通话记录查到她联系过自己的闺蜜。小白同事来到闺蜜家，闺蜜男朋友说闺蜜不在，小白亲自找到了闺蜜，得知老婆原来一直就住在闺蜜家。小白同事说，刚才去你家，你男朋友咋不直说呢？居然对警察说谎，真是太调皮了。闺蜜一愣，老娘是一条光荣的单身狗，并没有男朋友啊。不用推理也可以猜到，那个假扮闺蜜男朋友的就是凶手蛙男，他绑架了小白的老婆孩子。在一个下雨天，小白把那个戴眼镜的男同事约了出来，说每次你都像提前看了剧本一样，说出一堆线索，而且你长得这么帅，怎么可能只是个打酱油的呢？该不会你就是凶手吧？好吧，这些话不是小白说的，而是看到这里偏偏的推测，然后偏偏就被打脸了。戴着蛤蟆头套的蛙男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密室里放了两个照着小白老婆孩子做成的1:1等比例手办。蛙男每天送进来一份汉堡加可乐标配的肯德基豪华午餐，怕小白他寂寞，还贴心的留了一副拼图给他玩。蛙男在外面通过监控看小白直播拼图，时不时的刷个666走一波小礼物啥的，管吃管住还管玩，福利待遇如此之高，由此可以推理出蛙男以前很可能是开网红经纪公司的，看上了小白想签他做主播。另一边，小白的同事们调查发现，那个女医生其实就是蛙男的亲妹妹，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被谋杀并且分尸，凶手至今逍遥法外。而在密室里的小白也终于拼好了拼图，原来是他儿子曾经画过的一幅画，缺的部分刚好是3个字母 EAT， 果然就是打开出口大门的密码。等等， EAT 不是吃的意思吗？难道说蛙男每天给小白的不是巨无霸，不是香辣鸡腿堡，而是拿他老婆孩子的人肉做的？小白打开柜子一看，卧槽，这不就是我老婆孩子的脑袋吗？蛙男还出来挑衅，精神崩溃的小白一路狂追，终于找到蛙男，准备开枪的时候，蛙男突然蹲了下来，这是练成了蛤蟆神功要变青蛙了吗？小白发现这个蛙男不对劲，摘下头套一看，居然是自己的老婆。原来那两个死人头是蛙男做的假人头，还真是一枚心灵手巧的男孩子啊。这时候真正的蛙男带着小白的儿子出现了，你这人同事终于赶到了。蛙男撑到阳光底下大喊一声，快把我的蛤蟆头套拿过来，我还能再续1秒，然后就扑街了。而身受重伤的小白居然没死，他终于明白了家庭的可贵，一家人再次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主角光环不死，反派死于话多，果然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啊。但是片子最后又出现了3个彩蛋，第一个是一个记者追问小白老婆当陪审员逼一个无辜的人自杀是什么感觉，第二个是蛙男的妹妹来到了重病监护室，给蛙男注射了毒药，亲手送哥哥归西，第三个是小白参加了儿子的运动会，镜头中的儿子不停的在挠脖子。片片短短分析一下，蛙男妹妹杀蛙男是为了结束哥哥的痛苦，他在医院说蛙男的过敏是心因性的，因为目睹父母惨死并且饱受外人非议，所以有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同理，小白他爹一直冷落自己和妈妈，导致小白有了心理阴影，成年以后也冷落自己的老婆孩子。那么小白的儿子会不会也产生心理阴影呢？再加上目睹蛙男事件，心灵受到极大冲击，和蛙男的童年一样被媒体的聚光灯环绕，所以也得了心因性的阳光过敏症，说不定20年后就会变成另一个蛙男。还有一个猜测是，蛙男父母被杀案一直没破，是因为凶手就是蛙男自己。蛙男妹妹故意给小白提供线索，最后亲手杀死哥哥，其实是为了给父母报仇。总的来说，这片子很像大卫芬奇的《七宗罪》，但是各方面都要稍逊一筹，只推荐给悬疑推理片发烧友以及小栗旬和戚风木聪的迷妹们。没错，蛙男居然是戚风木聪演的，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演个变态，很值得国内那些片酬几千万还放不下偶像包袱的小鲜肉们学习。拜了个拜。